俄乌冲突实际上是美俄博弈，而巨大的代价实际上是由乌克兰来承担的。乌克兰怎么做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呢？没有后悔药啊。基辛格讲的，乌克兰应该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头堡，而不是东西方对抗的桥梁。历史没有如果，就是你应该做出明智选择的时候，你没有，而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你这种个体性的利益、这种集团性的利益所决定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现在就剩下的就是早日谈判、早日停下、早日止损，对吧？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止损就变得非常重要。当然，这个取决于乌克兰内部，取决于乌克兰人民自己的选择。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其实是美国一手策划、一手制造的，所有各方，乌克兰、俄罗斯、欧洲以及全世界都是输家，赢家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一点世人恐怕会看得越来越清楚。那么美国的这种貌似高明的做法，究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而美国又是否控制得住这种局面的后续发展呢？会不会出现美国也无法控局的情况？美国忘记的是，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对于各国的基本诉求来说，和平和发展是他们的需要。如果美国一味地通过煽风点火来达到自己的目标，通过搅乱局势来浑水摸鱼的话，那最终美国会发现，在获得了一些短期利益之后，造成的是更大的安全上的漏洞，更多的安全困境。美国自身也会深陷这种安全困境，在走到一个错误的恶性的循环之内，美国也无法置身事外。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美国能控制一切。事实上，美国连国内的通货膨胀都控制。美国表现出了它作为霸权的强势，同时也向大家展现了霸权的颓势。就金融制裁这种东西，隐而不发才是最吓人的。结果他一棍子砸下去之后，俄罗斯是伤了一点血，但其实是没怎么事儿啊，他而且还摇摇晃晃的站起来了，甚至还可以坚持下去。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说，哦，原来你这些东西不过如此。那么这样一来，未来对于美国来说，还要继续维系大家对于这种美国所谓霸权权势这样一种敬畏之心，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美国恐怕确实希望俄乌冲突长期化，以此来尽可能的削弱俄罗斯，但是长期化对于欧洲的影响恐怕也不小。身边总有一个战乱之地对于欧洲总不是好事。那么欧洲是否希望俄乌冲突长期化呢？苏女士。从一些欧洲国家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在安全的问题上适当的止损，防止进一步的蔓延以及失控，是一个既定的目标，是必须要进行的行动。而另外呢，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现在呢已经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境地。一方面呢，似乎美国在促使自己的北约盟友在明确的选边站队。那么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在能源合作、经贸往来的方面，好像是长痛不如短痛，是试图在对俄罗斯进行切割。但是呢，目前他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包括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在能源方面与俄罗斯进行断气的问题上，是多次表达自己的关切。现在呢，德国国内涉及到民众的生活，包括洗澡等一些日常的问题，也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现实的困境。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在对俄罗斯进行围堵的过程当中，恐怕自身遭受到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呢，战事的蔓延、冲突的进一步的发酵，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肯定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一个选项。对于美国来讲，俄乌冲突长期化，美国其实也有负担。上周呢，乌克兰总理赴美国寻求财政金融支援。俄乌冲突长期化，美国在财政上、在道义上是不是兜得住这个底？强女士怎么看？对这个乌克兰的这种财政援助呢，有极大的可能呢是欧洲呢可能会付出的更多一点，那么美国呢可能付出的不会那么多，会相当的有限。那么我想不论美国付出的多少，那么将俄罗斯排除出欧洲的这个市场和欧洲的这个能源，尤其是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市场，美国它付出的这些财政的援助可能是远远小于美国能够取代俄罗斯的地位所获得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取代俄罗斯，它获得的利益远远会大于它的付出。在于美国算这笔所谓经济账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说，更多的是希望美国通过这种经济上的支持，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打压，使当前乌克兰面临的巨大的战场上的压力以及谈判上的这种压力能够释放，能够使乌方掌握更多的未来影响局势走向的这种影响力。
而另外可以看出的是，乌克兰方面在倒逼美国的同时，也是希望北约在发挥作用。所以在算钱的同时，更多的是看到乌克兰认为现在美国并没有真正的站在乌克兰一方，或者是说乌克兰认为美国只是在背后在不断的推动乌克兰，把它固定在与俄罗斯冲突的前沿上。乌克兰更多的是希望美国某种程度能够站在自己的身边，甚至是往前一步来帮助乌克兰分担某种压力。美国会想着把乌克兰变成另外一个阿富汗吗？而乌克兰又是否真的能够变成另外一个阿富汗呢？苏女士怎么看？把乌克兰进行阿富汗化，确实符合美国的目标。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如果把整个乌克兰而非仅仅是乌东地区变成对俄罗斯进行消耗的一个窗口的话，那对于俄罗斯所造成的这种消耗的效应，恐怕呢是远大于此前乌东地区对于俄罗斯的牵制。使美国真正能够把俄罗斯固定在欧洲这一役，使美国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在印太地区进行投入，使美国在大国竞争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顾此失彼、左右两难。所以从美国的战略角度来看，使乌克兰问题长期延续下去，不断的对俄罗斯进行消耗，肯定是美国的既定的目标。本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前往俄乌，与两国领导人分别会面，就实现和平等事宜进行面对面讨论。上周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他计划未来几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希望通话可以促成在土耳其举行俄乌领导人会晤，以结束俄乌冲突。与劝和促谈形成对比的是，英美等国近日不断炒作俄乌冲突长期化。正如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有些北约国家希望俄乌冲突持续下去，以便削弱俄罗斯，他们并不在乎乌克兰。按照计划，国防部长奥斯汀造访完基辅，还将前往德国出席周二在驻德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会议。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此次会议将讨论乌克兰的伙伴如何在战争结束后帮助该国加强军事力量。他们已经向40个盟友发出邀请。他指出，奥斯汀部长希望拉姆施泰因会议的成果之一是开始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讨论与乌克兰的长期防务关系。Larger view at Ukraine's defense needs going forward, beyond the war that they're facing right now. 事实上，美国持续不断为局势火上浇油，除了政治利益，也带火了国内的军火商。比如，美国3月份为乌克兰提供的紧急支出计划，就是从国防工业直接采购，而非取自库存。武器包括无人机、激光制导火箭系统、机枪、弹药和其他物资。大型军工企业闻风而动，寻求五角大楼的合同，提供这些额外的武器装备。尽管他们正在准备补充五角大楼已交付给乌克兰人的库存。本月中旬，美国防部还曾与国内8大军工企业领导人举行会议，讨论加大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问题。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乌克兰官员也已直接与美国武器制造商会面。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主要军工企业股价大幅上涨。作为美国军工企业领头羊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其股价从年初每股354美元一路上涨至3月25日的453美元，涨幅28%。雷神技术公司同期涨幅近20%。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股价也都大涨。The companies that, they're going to profit from this in so many ways. It makes my head spin. But you've got the $3 billion in direct arms, which is a substantial amount for these companies. Then you've got countries like Germany increasing their Pentagon military budgets to buy things like Lockheed Martin F-35s for billions of dollars. Poland buying General Dynamics tanks. And then you've got several flows of money. There's the Pentagon program to arm Ukraine. 俄乌冲突爆发近2个月，谁在隔岸观火、地刀拱火，甚至以所谓离岸平衡乘机渔利，相信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就连芬兰与瑞典表示想要加入北约，美国明确表示予以支持，背后也不乏军火商的影子。美国防部前官员富兰克林·斯平尼就曾指出，美国军工复合体应该对爆发俄乌冲突负责，因为军工复合体的商业模式及其游说活动是冷战后北约一再东扩的重要原因之一。The whole push
for more spending by NATO will be a huge boon to U.S. Weapons contractors. And of course, we can't forget that back when NATO was expanded, companies like Lockheed Martin lobbied heavily to see that happen because they knew that the new joining countries would have to get rid of Soviet-era weapons and buy U.S. and European systems so they could operate alongside NATO allies.